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我一边听着姑娘讲，一边不停地抹眼泪，简直比偶像剧还要精彩。小雨是我去年介绍的一位女孩，安徽农村出身，今年27岁，五官清秀，气质淡雅，是个特别有灵气的姑娘。她的故事我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肯定会被暖到。小雨从小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跟着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爷爷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特别重视教育，省吃俭用也要让小雨好好念书。在村里，小雨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最后成了村里唯一的大学生，靠着自学和奖学金完成了本科学业。爷爷常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就是要证明，农村孩子也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小雨眼睛里闪着光芒，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小雨来到上海，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薪水不高不低，勉强能在大城市立足。他每个月省吃俭用，把一部分钱寄回家给爷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就是想多赚点钱，让爷爷晚年过得好一点。谁知道会遇到阿成，真的是老天爷给我开了一扇窗。小雨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阿成是怎么出现在小雨生命中的呢？这还得从一次公司的海外项目说起。去年，小雨所在的公司与一家台湾企业合作，他被临时派去台北出差1周，这可是小雨第一次出国队。在这里，我得普及一下，大陆同胞去台湾是需要办通行证的，就跟出国差不多。他既紧张又兴奋，我当时就觉得台北好美啊，高楼大厦，街道整洁，空气好，食物也好吃。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小雨笑着说，要知道，在很多大陆人的印象中，台湾可能不如大陆发达，但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很多，社会福利也比大陆完善，街上随处可见的711便利店，琳琅满目的夜市小吃，还有那些精致的文创产品，都让小雨大开眼界。在台北出差的第3天，小雨在会议上遇到了阿成。阿成是台湾公司的项目总监，台大毕业，家境殷实，年纪轻轻就已经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一进会议室，我就注意到他了。小雨害羞地说，不是因为他特别帅，虽然他确实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儒雅的气质，说话温柔又有礼貌，一点架子都没有。会议结束后，阿成主动邀请小雨和其他大陆同事一起去士林夜市体验台湾美食。在众人的起哄下，阿成和小雨交换了联系方式。哎呀妈呀，这简直就是偶像剧的经典桥段嘛！高富帅台湾男神对平凡大陆女孩一见钟情。其实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能交个台湾朋友挺好的，可以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小雨说，回到大陆后，小雨和阿成居然保持了联系。一开始只是偶尔在社交软件上聊聊工作，后来慢慢开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阿成会经常关心小雨的生活，问她吃了没，加班辛不辛苦。他总是记得我说过的每一件小事，比如我喜欢什么颜色，爱吃什么，讨厌什么。有一次我随口提到爷爷牙口不好，他竟然找人寄了一套台湾著名的养生茶给爷爷。小雨说这些时眼睛亮晶晶的。2个月后，阿成突然告诉小雨，他要来上海出差。我当时特别紧张，我们只见过一面啊，万一见了面，发现彼此不是想象中的样子怎么办？上天眷顾有情人，阿成来上海后，两人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聊得特别投机。阿成带了许多台湾特产给小雨，还特意买了一份给小雨的爷爷。他对人真的特别细心，知道我平时工作忙，就提前做了上海游玩的攻略，带我去了很多小众但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小雨说，1周的相处，两人迅速升温。阿成在临走前向小雨表白了。天呐，这简直就是偶像剧本剧情啊！他说他喜欢我的善良、坚强和独立，我的眼睛里有他看到的最真实的光芒。小雨害羞地低下头，我当时就哭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看待过我。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了跨海峡的恋情。阿成每个月都会抽时间来上海看小雨，有时候是周末，有时候是拼假期。
小雨也利用假期去过几次台湾，阿成带他去了花莲、垦丁、九份等地方。台湾真的很美，人文气息特别浓厚。阿成带我去了很多历史古迹和文创园区，让我对台湾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小雨说，但是跨海恋情哪有那么容易呢？俗话说，一对情侣要经历7年之痒，而跨海峡的情侣则要面对更多的挑战。首先是文化差异，虽然两岸同文同种，但几十年的分隔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差异。阿成有时候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台湾俚语，比如卡好、北七之类的。他也会对我说的一些网络流行语一头雾水，比如歪歪弟子、绝绝子这些。小雨笑着说，不过这反而成了我们之间的乐趣，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台湾人普遍生活节奏比较慢，注重生活品质，而大陆人，尤其是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阿成总说我太拼了，要学会享受生活，而我觉得他有时候太佛系了，做事不够雷厉风行。小雨说，不过经过沟通，我们慢慢找到了平衡点，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家庭。当小雨和阿成决定把关系更进一步时，阿成的父母坚决反对。阿成父母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小雨无奈地说，他们担心我是看中了阿成的家境，想通过婚姻移民台湾，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种刻板印象真的让人很无语，但说实话，这也反映了两岸之间长期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很多台湾人对现在的大陆了解不多，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印象中。同样，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也仅限于电视剧和新闻。阿成的父母甚至联系了私家侦探调查小雨的背景，得知小雨是农村出身，家境清贫后，他们更加反对了。他们给阿成介绍了好几个台湾女孩，家境都不错，有医生、律师，还有家里开公司的。小雨说，我当时真的很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阿成。这时，阿成做了一个让小雨感动得不得了的决定。他带我去见了他的父母，在饭桌上，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对他父母说，爸妈，小雨就是我这辈子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如果你们不能接受他，那我宁愿放弃家里的一切。天哪，这段话简直太感人了。阿成的态度让他的父母意识到儿子是认真的，虽然他们还是有所顾虑，但也开始慢慢接受小雨。阿成妈妈后来告诉我，他一开始反对是因为害怕我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适应台湾的生活，也担心我对阿成只是看重他的条件。小雨说，但相处久了，他发现我是真的爱阿成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家境或身份。在相处过程中，阿成的家人慢慢发现，小雨虽然出身农村，但是很有礼貌、懂事又独立。他不仅不靠阿成，反而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变成更好的自己。小雨说，我开始学习台湾的文化、历史，甚至连闽南语都开始学，就是想更好地融入阿成的世界。阿成也在不断了解小雨的世界，他主动要求去小雨的老家看看，了解他成长的环境。我本来不想带他回去，怕他看到家里简陋的条件会嫌弃，结果他不但没有嫌弃，反而特别感动。小雨说，他说他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坚强独立了，也更加心疼我的童年。阿成在小雨家住了3天，跟爷爷处得特别好，他陪爷爷下棋、聊天，还帮忙干农活。临走时，爷爷拉着阿成的手说，好孩子，小雨就交给你了。这一幕真的让我听了都忍不住掉眼泪。爱情最美的样子，不就是互相理解、包容和支持吗？小雨告诉我，阿成常说，他欣赏的是我的灵魂和精神，而不是我的出身和背景。他说，台湾女孩很多都被父母保护得太好，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而我从小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却保持乐观和进取心，这是他最欣赏我的地方。听完这段话，我想对所有姑娘说，真正的爱情不看家境，不看出身，而是欣赏你是谁，欣赏你的内在品质和灵魂。两人交往1年后，阿成向小雨求婚了。他在上海外滩单膝跪地，向小雨许下了一生的承诺。那一刻，我才明白，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跨越地域、文化、家庭的差异，让两个原本陌生的灵魂紧紧相连。小雨眼含泪水地说，但是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涉及到两个家庭、两种文化的融合。尤其是对于跨海峡的婚姻，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户籍问题，台湾居民和大陆居民结婚后，如果想要在对方的地区定居，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阿成提出让我去台湾定居，因为他在台湾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办理台湾居留证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提供很多材料，还要面试。小雨说，其次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台湾和大陆在饮食、社交、家庭观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台湾人更注重家庭聚会，亲戚之间往来频繁，而我在大陆，除了春节很少和亲戚来往。小雨说，这意味着我需要适应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还有就是对于未来孩子教育观念的差异。台湾的教育比较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而大陆的教育则更强调分数和升学。我和阿成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担心我会不自觉地把大陆的教育理念带到孩子身上，变成那种虎妈。小雨笑着说，阿成则希望孩子能够快乐成长，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最让小雨担心的是，如果去了台湾，爷爷怎么办？爷爷年纪大了，我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如果我去台湾，谁来照顾他？小雨说，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牵挂。就在小雨为这些问题困扰不已的时候，阿成给了他一个惊喜。他说他决定来大陆发展。小雨激动地说，他说他父母已经退休，可以偶尔来大陆住一段时间，而我的爷爷年纪大了，更需要人照顾，而且他觉得大陆市场更大，发展机会更多。我的天呐，这才是真爱呀！为了爱情，愿意牺牲自己的舒适圈，迁就对方，这种男人哪里找啊？阿成的决定让小雨既感动又愧疚。我不想让他为我牺牲太多，但他说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在大陆打拼，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考虑去台湾生活。爱情就是这样，不是你迁就我，我迁就你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人一起找到最适合彼此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阿成开始着手处理来大陆工作的相关手续。他辞去了台湾的工作，通过自己在台湾的人脉关系，联系到了一家在上海有分公司的台资企业。他特意挑选了这家公司，因为这样他每年都有机会回台湾出差，也方便他父母来大陆看我们。小雨说，阿成的细心和体贴让小雨感动不已。他总是能想到我没想到的事情，把每件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经过大半年的筹备，阿成终于正式来到上海工作。两人租了一套小公寓，开始了同居生活。刚开始同居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生活习惯的差异。小雨笑着说，比如阿成特别注重环保，垃圾分类做得特别认真。而我虽然也知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有时候图省事就随便扔了。他一开始还会唠叨我，后来渐渐也变得随意了。这不就是婚姻的真谛吗？彼此包容，互相影响，最终形成只属于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同居生活让小雨更加了解了阿成，也让他明白了为什么阿成会选择他这个平凡的大陆女孩。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条件更好的台湾女孩？他笑着对我说，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缺少的东西，坚韧和拼搏精神。我从小衣食无忧，没经历过什么挫折，性格有些佛系，而你从小在困境中成长，却依然乐观向上，这种精神力量是我欣赏的。听到这里，我不禁感慨，这就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呀！不是家境的门当户对，而是精神世界的门当户对，两个人互补，彼此成就，这才是最好的爱情。在上海生活了半年后，阿成和小雨决定结婚了，婚礼定在了上海，两边的父母都来参加了。婚礼那天，阿成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阿雨，一开始是我们错了，看到你们这么相爱，我和阿成爸爸都很欣慰，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小雨说到这里，眼泪又流下来了。婚礼后，阿成的父母在上海住了1个月，小雨每天下班后都会陪他们去上海各个景点游玩，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阿成的父母也慢慢爱上了这座城市，开始理解为什么儿子会选择在这里生活。阿成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一开始反对我们在一起，不仅是担心我图财，更是担心两岸文化差异会让我们的婚姻不幸福。但看到我们相处的这么好，她也放心了。
小雨说，阿成的爸爸也对小雨刮目相看。他说他很欣赏我的独立自强，不像有些女孩子结婚后就变懒了，什么都依赖老公。结婚1年后，小雨怀孕了。这个好消息让两家人都特别兴奋。阿成比我还紧张，每天研究孕期知识，陪我去做产检，学做营养餐。小雨笑着说，他还特意请了育儿嫂，让我能好好休息。阿成的妈妈也从台湾飞来上海，准备帮忙照顾小雨。婆婆把台湾的传统坐月子方法都带来了，还特意学习了大陆的坐月子习俗，想让我能舒舒服服地度过产后恢复期。小雨感动地说，小雨的爷爷也被接到了上海，阿成为老人家安排了全面体检，发现了一些健康问题，立即安排治疗。阿成对爷爷的孝顺程度超过了很多大陆女婿。小雨说，他每天抽时间陪爷爷聊天，带爷爷去公园散步，让爷爷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这不正是中国人最看重的百善孝为先吗？阿成虽然是台湾人，但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华文化的血液呀。小雨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取名两心，寓意两岸一家亲。女儿的出生让我和阿成的感情更加深厚，也让两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小雨说，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真的感到幸福满满。如今，小雨和阿成的婚姻已经3年多了，他们的女儿两心也快3岁了。阿成在上海的事业蒸蒸日上，小雨也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向，开了一家跨境电商工作室，专门做台湾特产的代购。我每年都会去台湾几次，带着女儿和爷爷一起去。台湾的亲戚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我也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小雨说，阿成的父母也经常来上海住一段时间，帮忙照顾外孙女。2位老人家已经爱上了上海的生活，特别是上海的美食和文化氛围。我婆婆现在会做上海本帮菜了，还学会了用大陆的社交软件和购物软件。小雨笑着说，有时候她比我还会网购，常常兴奋地给我推荐各种优惠券。听完小雨的故事，我不禁感慨万千。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不仅仅是2个人的故事，更是2种文化碰撞后和谐共存的典范。那么，为什么阿成这样一个台湾高富帅会选择小雨这样一个大陆平凡女孩呢？背后的真相其实很简单，真爱不分地域，不分贫富。当我问小雨这个问题时，他给了我一个让我感动的回答。我曾经也特别好奇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阿成，他笑着对我说，我爱的不是大陆女孩或台湾女孩，而是你小雨这个人。你身上有我欣赏的品质，坚韧、独立、善良、上进，这些品质不分地域，是人格魅力的体现。是啊，真正的爱情看的是人，而不是地域、背景或财富。正如阿成所说，他欣赏的是小雨的品质和精神，这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小雨补充道，其实我后来才知道，阿成虽然家境不错，但他自己也很努力。他大学时勤工俭学，毕业后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晋升到现在的位置。我们在努力奋斗这一点上其实很像，这或许就是他们能走到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吧。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勤劳、上进、有责任心的人都会受到尊重和欣赏。还有一点很重要，小雨说，阿成虽然是台湾人，但他对中华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学，甚至比我还了解一些古代典故。这种文化认同感让我们之间的沟通没有太大隔阂。没错，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的根脉是相通的。尽管几十年的分隔造成了一些差异，但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两岸婚姻还是能够幸福美满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跨海峡恋爱和婚姻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和理解。小雨总结道，不要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对方，也不要一味地要求对方改变去适应自己，而是2个人一起创造只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听了小雨的故事，我想对所有正在恋爱或者准备恋爱的姑娘们说，真正的爱情不在乎你的出身和背景，而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因为自卑而放弃可能的幸福，也不要因为物质条件而将就不爱的人。见识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差异，
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是跨海峡婚姻幸福的关键。现在，小雨和阿成计划着未来在两岸之间自由移动的生活。我们打算在大陆和台湾各有一个家，平时在上海工作生活，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去台湾住一住，让女儿既能体验大陆的活力与机遇，又能感受台湾的人文气息。小雨憧憬地说，我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融合两岸优点的新一代，既有大陆人的拼搏精神，又有台湾人的生活品质和人文关怀。两星的名字也寓意深远，不仅是爸爸妈妈两颗相爱的心，也代表着两岸一家亲的美好愿景。最后，小雨分享了他对两岸婚恋的看法。我觉得两岸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和了解还不够多，台湾同胞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不了解大陆这些年的飞速发展。同样，大陆同胞对台湾的了解也多来自电视剧和新闻，不够全面。我希望有更多像我和阿成这样的跨海峡情侣，能够成为沟通两岸的桥梁。听完小雨的故事，我不由得感叹，爱情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它能跨越地域、文化、家庭的差异，让两个原本陌生的灵魂紧紧相连。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见证过无数对情侣的喜怒哀乐，但像小雨和阿成这样的故事，还是让我特别触动，因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爱面前，所有的差异都不是问题。我想对所有正在寻找爱情的姑娘们说，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要给爱情设限。你永远不知道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对于跨海峡的情侣们，我想说的是，两岸虽然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是问题。也许它来自千里之外，也许它和你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但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对于那些正在跨海峡恋爱的情侣们，我想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文化的根脉是相通的，只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多沟通，多理解，跨海峡婚姻一样能够幸福美满。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想分享，欢迎留言告诉丽姐哦。我们下期再见。对了，别忘了点赞、收藏、分享，你们的支持是丽姐最大的动力。拜拜啦！